好，这个树的前中后续走访，我们终于来到这个树的最高潮啦。你会 traversal 之后，后面有更难的题目才有办法解决的。好，那什么是 traversal 呢？这个字你如果只是查字典，你就知道它就是拜访、走访，意思是我们要把 binary tree 就是二元树。一棵树的每个节点都逛过一遍，而这个逛过一遍的顺序，就像你去拜访你的同学们，那你拜访的顺序是什么？这里就是在意这个次序。OK，那会跟你讲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走访的顺序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有3种，第一个叫前序 pre-order， 中序 in order， 后续 post order。那这个 pre、in 跟 post 讲的是谁？其实我们从定义来看的话，你会知道它讲的是拜访根节点的顺序。如果你最先拜访根，像后面是根摆在其他的地方嘛，那如果你是根在最优先被拜访，它就叫前序，可以吗？好，那速解法写在这里非常非常的不明显的一个小秘密，好，你要仔细看，经过节点的左侧的时候写答案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用一个快一点的方式，但是你要帮我记得，原则上我们定义来看，就是先走根，再走左子树，再走右子树。好，那我们先知道它的定义哈，中序就是根是在中间拜访的，后续就是先看完左子树，然后右子树，再看根，可以吗？大概是这样哦。好，那现在我知道补飒飒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哈，像这边右下角有一个14维根的树，二元树。那我们从定义来看的话，前序的意思就是先走什么根，前序就是根先拜访。好，所以根先拜访14先走，然后等一下整包左子树，然后整包右子树，是这样的顺序。那你可能问说啊，14往下又是一棵树啊，那这棵左子树怎么走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好，这时候你就要递回的做。什么叫做递回的做呢？也就是14走完了，你其实可以先写第一个答案了嘛。那你往左走，发现它又是一棵完整的树，这时候你请单独的看着这棵树，找到它的根是3，对不对？再以3为手的这棵树再走一次前序，就是一样根的这个3先拜访，拜访完之后再往它的左子树，哇，是一棵16的一个节点的小树。好，那完了之后回到根就回到3，再往右下角这个23的右子树这样走，可以吗？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根走完往左下角，左下角再找它的根。拜访完这个3之后，再往左下角的树16又是它的根，那完了之后再回头去找它的柚子树，那这整颗完了怎么办？再回头跑到14为首的，刚刚柚子树还没走完，所以再往右下走。好，所以你可以递回的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找根，然后左，然后右的顺序。OK， 好，这样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，这就是它原始的定义哦。所以你看，它刚一开始是14嘛，那走到左下角这棵小紫树的顺序是3，然后左边的16，然后右边的23。OK， 完了之后回去到右下角，你就可以依着这个顺序找到答案。好，但是这样是不是怎么样？太累了，谁要那么累？所以我们要用速解法。那原因其实只是呢，让你可以很快的知道大致上的答案跟走访，而这个定义上要用在哪？如果你是写程式，要解决这个走访的问题，你当然就要从这个定义去写，而它也没有特别难，因为程式码做递回是简单的反而是人要看递回，有时候会看得头很晕。OK， 那我们看速解法第一件事情一律都是由上而下，由左至右的绕一圈。那只是这个绕一圈的过程要怎么样呢？
经过左侧某个节点的左侧的时候，就把答案写下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绕一圈的时候，你率先会碰到谁呢？就是14的左边，14就会是第一个答案。好，再往下走，碰到谁的左边？3。再往下走，碰到谁？16的左边。然后跟着线绕哈，不要偷懒，因为有时候你的右侧或下侧，你偷懒它会 miss 掉，所以呢，你要沿着节点的那个贴着它走。好，那往下绕，你会绕到23的左边，答案在这里。再往上走，最后经过17的左边跟20的左边，7跟20，有没有？答案是一模一样的哈，答案在这里。好吗？所以速解法没有难度，只是你在绕那棵树的时候要紧紧跟随着节点的左或下或是右侧。好，我们看中序，中序其实速解法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绕一圈，只是这时候呢，我们是经过节点的下方记录答案。好，那为什么是下方？因为在中序拜访的顺序是左指数，然后根节点，然后右指数，也就是这一左侧这一整包先拜访完毕，才回到根，然后才去到这个右大包这一包右指数。那一样哦，这个小的指数呢，也是依循着左跟右，左指数根节点，右指数这样走，也是一样的递回的做。好，所以你一样可以用这个定义的方式去找。那我们一样速解法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你也是绕一圈，只是请注意中序是经过下方写答案，所以你在绕的过程有没有下方？第一个下方是谁？是16，所以答案第一个是16哦。OK， 好，那往上走遇到3的下方，再往下绕遇到23的下方，再往上走遇到14，然后7，然后20，14、7、20，可以吗？这样顺着看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后续就以此类推咯。第3个后续是左指数完了之后，先看右指数，整个结束才回到根，所以根是最慢、最后一个被拜访的，所以后续就是左边、右边根节点。好，那一样你可以用定义去找答案，或者是速解法，我们也看一遍哈。你绕一圈，经过右侧的时候写答案，所以请注意哦，第一个右侧是谁呢？第一个右侧是16，往上绕之后，第二个右侧是23，然后3。OK， 是16、23跟3，我现在勾的位置是在节点的右侧，好吗？好，那最后呢，往回走的时候是27跟14在这边。等一下让你实际画看，你就会很能感受什么叫做左边或下面或右侧。好，只是你要分清楚前、中、后续，它的速解法分别是经过节点的左侧、下侧跟右侧，这件事情要分清楚。好，那我就要让你试试看。第一题是 ABCDE 这种英文字母做节点，告诉我前中后续。第2跟第3呢，其实都是做一样的练习，但第2题是改成数字，数字也可以当节点。第3题是有加减乘除跟数字。好，为什么要做3遍？因为我除了要让你练习前中后续的顺序要熟练，第二个是当你做到最后一题的时候，你会在某个序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人类所习惯的运算的写法。我们习惯写法就是2个运算元中间加一个运算子。好，那它会是某一种序的表现方式。然后我们会同时讨论一下，那为什么需要前序跟后序呢？为什么中序必须存在呢？类似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你为什么。但是我想要你熟练这个流程，所以让你试试看哦。练习1、2、3。
我们试一下第一题，这一题的前中后序。那前序倒是大家好像不太会出错哈，你贴着它绕一圈。那我们等一下写答案哦，好，边写好了。来，左边是前序，对不对？节点的左边 A，然后 B，然后 D，可以吗？你就可以边走边写答案。绕过来之后有左边吗？有左边吗？有 E，然后 G，你要绕过来会是 H，所以下面这个小指数是 E，然后 G，然后 H。好，还没有绕完哈，我刚刚这个应该要这样绕。好，接着我们其实是要去右指数，你可以感觉得到吗？它还是有 follow，我们说根是最优先的，然后左指数这整包是左指数。好，那右边一样哦，经过左边写答案，所以会是 C，然后 F，然后 I，把它绕完。哦，所以后半的右指数是 C，然后 F，然后 I，可以吗？前序好像大家都会觉得简简单单啊。好，但是中序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哈。来，中序我们看一遍，中序是经过下方写答案，所以走的过程有没有下方呢？有的，第一个是 D。OK， 好，那往上走，经过 B，这里好像也没什么挑战，对不对？G，E，H，好，G，E，H。好，有点耐心哦，等我一下哦。来，绕过来之后是 A，没问题。好，往下走，这里你帮我看一眼。往下走是 CFI 这一个小指数，这边。好，你说没有什么难的啊，不就 C，然后 F，然后 I 吗？好，你听好哦。如果今天我的 CFI 长的是这样子呢，那答案会不会不一样？我的 F 完了之后，I 是往左边走。或者是我是 CFI 呢？这答案会不会不一样？你要想想看，不同的右下角这个 CFI 指数长得不一样的时候，它的答案中序会不会有所不同？这件事情会在数比较复杂或歪歪斜斜的时候容易搞混。那怎么办？你就是好好的沿着它的，我说贴着它走。所以第一个 C 先碰到，然后你仔细看 F，它是往左边长 I，所以事实上 F 的下面还没有碰到之前，会先碰到左指数的 I，所以是 C，然后 I，然后才是 F。这一棵树是 CIF，可以吗？要再一次吗？CF 如果往右走，然后往左走 I，我们说中序是经过下方写答案，所以下方在哪里？C 的下方在这里，F 的下方在这里，I 的下方在这里。那我们写答案的方式是绕它一圈，有碰到下方才写答案啊。所以你第一个碰到的会是 C，这一棵树是 C，然后 F 的下方还没有碰到，因为它先往左去了，它有左边的孩子，所以 I 先拜访，然后才回到上面的这个 F。哦，所以这棵树它的答案会是 CIF 哦。好吗？然后把它绕完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 F 它没有右指数，它没有，它只有左指数，所以左指数会先走，I 走完才走 F，在这里 CIF。好，那右边这个以此类推哈，下方在哪里？你可以偷偷的标记一下，然后感觉一下它的下方是先经过还是后经过。所以以这颗来讲，C 它先长了一个左指数的 F，你在绕一圈的时候是先怎么样？第一个是先经过 F 哦，好，然后往下走，经过 I，最后绕上来才是 C 的下方。好，它是没有右边的，而有左边这个 F 这棵树，好吗？反正你就是贴着它走，贴的近一点，然后把左边右边分清楚。OK，好，中序比较复杂。好，那后续就又跟前序刚好是对称的，没有特别的困难。经过右侧 D，然后绕过来 G，然后绕过来 H，绕过来 E，绕过来 B，好，所以是 D，G，H，E，然后 B，自己写好不好？
等一下自己左边自己写哈。好，最后的右边是一口气把 I F C A 依序把它记下来。好，所以我特别要提醒是中序，中序大家很容易在那个分支一棵树的分支往左往右，有一边有漏缺的时候，中序比较容易走错。再试试看哦。好，那第二题呢？第二题几乎跟刚上面一样哦，只是换成数字，你等一下试试看。好，那最后这个第三题，反正原则是一样的，但是我想让你看的是什么呢？你会发现，如果是这种有符号的、带有符号的，它的中序长得是不是跟我们人类喜欢四则运算的样子很像？中序它会这样走哈，先走7加8在这里，然后除5在这里。如果是要做四则运算的话，我们会知道这一颗子数要优先去解，因为这个解开叫做15嘛，这一整坨改成15，然后15再跟这个5去做除法，所以会做15除以5，就是在这里。那柚子树呢？柚子树做柚子树的9减3，然后再跟4加起来，9减3在这里，再跟4加起来。OK，那这两大坨的子数，先把答案算出来之后，我最后要做一个乘法，所以这就是人类喜欢的四则运算的表示法，两个圆夹着一个子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其实对电脑来讲是一件辛苦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要找运算员、运算子、运算员，一眼就看到了，这里要先做。可是电脑没有啊，它没有这样双眼一眼望过去，它必须要由前往后去扫描，扫说我现在要哪里跟哪里先结合，先运算。所以以这一题来讲，它可能就是说后续对它来讲是很快速的，因为后续的这个7跟8做相加，会一开始就立刻遇到。它只要搜集好两个圆一个子，它就可以把这里的结果先结合出来。好，结合出来之后，再往后扫，它会发现，哎，一个圆、两个圆、一个子，15、5做相除，这一包就叫做3。然后3再往后结合，3跟4，你希望有一个运算圆嘛？那还没有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它其实会靠着之前讲过的 stack， 先把搜集到的运算圆都 push 进来。所以像这里有3跟4跟9跟3嘛，就 push 进来一个堆叠里。好，遇到一个子了，哇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把3跟9 pop 就是丢出去，去干嘛？去做减法。所以他会知道这里是9跟3做相减，不就是这一坨吗？是不是很神奇？是。那这一坨算完了之后呢，他又会知道我在搜集到一个圆一个子，又可以做这里的加法。现在就可以靠着 stack 的 push 跟 pop， 让这个后续很快速的就可以做完它的运算。可是中序如果让电脑来做，它很辛苦的是，它必须要扫过去，看到一个左刮，再继续往前走，有右刮了，好，太好了，我再回头把这个左右刮这一包收集起来，然后才做运算。那完了之后又要往前走，左刮，右刮，又回来，又算，就是它就要来来回回一直扫描，就会比较慢。可以，好，所以呢，为什么需要前中后续不同的拜访顺序？因为人类喜欢，电脑喜欢，或是依着不同任务、不同事情所需要的拜访顺序不同，会可以让它加速的。可以哈，所以要让你多习惯一下这件事情，它有不同的拜访顺序。所以这个 tree， 我们上次看完 BST， 你可能有去建树了。建完之后，进一步我们想要去看走访。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，如果是 binary search tree 的话，你去走某一种序，是什么序呢？它就会刚好帮你由小到大的排序排完，排序叫做 sort， 就是排由小到大。
让它有一个顺序。这件事情就是等一下要讲的，那是演算法的内容。但是你可以先感受到吗？如果你在这个2元搜寻术走中序，它是经过下面写答案嘛，它刚好就会由小到大去拜访它的内容。好，所以 BST 你会发现它有几个很强大的特性哈，一个就是它依着这个左小右大的方式去建树之后呢，它在做搜寻会是快速的。快速的是什么？就是它的树高。这里有讲它的搜寻吗？还是后面会讲？好，这里没有讲好，反正呢，你去看你要做搜寻，因为例如说我要找40好了，你会从 root 开始找嘛？因为40比50小，所以会往左找；比30大，所以会往右找。OK，找到了。所以任何的数值，你的搜寻次数就是树高这么多次。不信的话，你找60。你就会发现因为比50大往右走，因为比70小往左走。OK，60在这里，总共花了几次呢？花了3次，就是至多就会是树高这么多次。你如果搜寻70，它就是2次嘛；搜寻50就是1次嘛。所以任何的值至多就是树高这么多次。你说真的吗？那我可不可以找10？好，找10会怎么样呢？往50比。往左走，跟30比，往左走，跟20比没有了，所以10是几次可以确定没有？在数里呢，一样是3次。它不在数里，它还是至多数高会找得到。有没有 magic？有，好。OK，所以 BST 的好处，第一个是搜寻很快，第二个是我如果想把原本进来这是乱序的嘛，做一个排序的话，你只要把数建出来走中序，它就会帮你依着这个由小而大排好。好，所以这个它为什么必须存在？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后续很多事情蛮加速的。那刚刚讲的这个 traversal 走访你可以在这边先预测如果上面这棵树走前序，请问第3个输出是什么呢？你就可以去看你熟不熟了。那如果你想要试试看，就可以填答，会告诉你对还错。好，那重点是下面这里有一点动画感你可以知道它走的顺序。中序也是由下面经过的时候写答案，后续是经过右侧写答案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也有一个结果可以让你参考。好，为什么需要前中后序？我刚刚讲了运算子、运算元结合的问题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如果你刚用 binary search tree 走中序，你就会发现它是排序好的结果。好，第3个是什么？我们说这个数很常拿来做资料的，电脑资料结构的那个呈现嘛。例如说，你这个是我的电脑，30是 C 槽，70这个位置是 D 槽。那 C 槽里面有一些资料，一些档案。好，你在删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有的结构它会要求你要先把里面删光，你才可以回去删上层的资料夹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必须要就是最下面那一层全部删掉，才能往上删它的资料夹的话，那其实它就是后续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先把最下面的东西删光。好，指的是这个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 BST 中序之后一定是由小到大呢？回答我之后会告诉你原因哦，好吗？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最后 C 跟 D 应该之前讲过了哈，术语啊跟生活的应用，你可以自己参阅。